这儿说一下那些卡池里面的卡牌哈。那个赛季只有7天，那7天呢，比平时赛季要少一半的时间。而且现在没看到那个时间减半的活动，只是一个 SP 翻倍的活动，而且 SP 翻倍一直是7天。它那个主要是为了大家完成任务，把那个 SP 奖励都领了。等于很多啊！你要想抽出来，像往常赛季那个通过那个时间减半活动，把金卡基本上抽出来，在车辆中传奇卡的话，实际上比较困难。那个赛季，就是实际上难度比平时要大一些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说那个就是主要卡池、主要卡牌啊，卡池里面的，第一个就是个贝林 M。贝林那个那个1亿转回到皇马，现在相当于是巨星级别了，他那个待遇。让我们看他那个卡牌给的，只给了一个86，准86的传奇了，属于说是偏低的，可以看一下哈。它只有86的总评，让我们看那下面的属性，基本上是一个水桶，唯一一个比较高的就是那个。就是它反应还比较高，唯一个比较高的就是它反应，其他水平就完全是个水桶球员，都谈不上低，他速度最低78，其实也不是很慢，也还是可以，但是他的没得突出相对，也就是反应稍微快点。他和那个金端还有比费，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。总的来说，他是个技术型球员，但是他那个86总评呢，限制了他那个主型分配，而且他身高达到了1.86米，那个光是身高都要比其他强1.80米、1.77米，相当于要多占了1-2点总评。他那个属性都不够分了，实际上，他属于那个反应给到86，其实上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其他属性呢都是够用，都是在80左右、80上下。这张卡属性其实不是很关键，如果喜欢那个贝林 M 的可以抽一下。最大的问题那个人只有20岁，以他现在一起转回到皇马那个趋势来看，而且现在进了好10几个球了，比前锋进球还多。他那个应该是水涨船高，以后是给的总评，游戏给的总评会越来越高。不管是其他足球赛还是那个游戏球，应该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因为现在这张86的卡呀，很有可能要不到好久，可能3个月或者半年都一次更新，可能都变成87或者88、甚至89。现在说很有可能后面还有一张更好的卡，主要是问题。实际上他那个属性也可以，确实啊，他力量和你看他的力量和素质分配还可以，都在80左右，实际上是一张能用的。主要问题就是太年轻了，而那个以现在的状态，现实的状态说，可能马上都会给他升起来。有喜欢的还是可以抽一下，毕竟不晓得下次出是啥子时候了，可能半年后，可能1年以后再出啊，是不是嘛哈？那到时候再说哈。那我们看第二张卡莱奥那个哈，我们看莱奥他那个也是86。实际上那个里头前锋和中场后卫不大一样，几个最好的前锋给的都是90的总评，90或者91啊。最低点的是内马尔的是89了，他那个80度实际上是相当低了，这前锋头因为一个他跟中场和那个后卫不一样，因为中场除了得不到90以外，其他大部分是88比较好的哈，像卡塞米罗、罗德里那种。他那个前锋的90还有89的卡太多了，他那个都排到很后头去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那张卡其实还是有点劣势，他身高有1.88米，算比较高了。然后他身高1.88米，速度还有89，也算是比较有特点。其他的那个他的技巧和反应呢，只能说比较2、3档去了，都不高，不是很高。POW 啊，他那种类型的球员呢，属于大个子哈，还有点像哈兰德那个类型，所以给他的 POW 给的比较高。
它的力量啊和那个也都很一般，太一般了。它那个和贝林 M 那张卡也差不多，它除了有一个速度89，相对来说比较快，达到了2档或者3档，游戏3档那个水平，其他的基本上是个水桶。它主要都是一个速度快比较，然后身高比较高，在身高比较高的球呢，速度是比较快的，都是个特点的。但它那个也属于等于球迷卡，你喜欢的也可以抽因为不管它以后升不升，反正那个主要主要是你不晓得它到底下次出来在啥子时候，那个一个赛季也就只有3张卡，一年也都20几个赛季，总共你算起来算嘛，大概一个月有6张卡的样子啊，加上这种小赛季算起嘛，我们算30个赛季嘛一年啊，比如圣诞节、万圣节那种，30个赛季，一个赛季3张卡，也不过90张卡一年转下来。那个卡要轮好久才轮得到一回了，都不晓得，而且，不光是那种普通的，还有那种比较高的90、90、89的那些，你都不晓得哪阵出来，所以喜欢的可以抽，还是跟说，我们这儿最后一张罗伯逊那个，只有85，而且他那个85很虚，他是84刚刚升到85，只多了滴滴儿，但是由于他身高只有1.78米，他那个等于身高占的属性呢比较少占了一点点属性，那个分下来好像下头的看起来可以，那实际上他下头的总的看来，他的总和实际上总属性还是可以，他的那个反应也是达到85，那个算他那种边后卫，多边后卫里面他85算比较好的，比如说阿什拉夫。特奥那种都是85左右，88、56，好像还没看到87的。他那个就是脚法给的，POW 和技巧给的稍微高了点儿，那个导致他力量和速度都不是要分，他平均是83、85的80，那个都有点儿，他卡得有点急，不是很好用啊。你说他放中间放中后卫。他那个身高和那个力量又不太够而且反应也低了点放中了好像。你说放边路，他那个80度的速度真的不算快，那个80度的速度在那个一代 SM 都相当于35左右的速度，他即使升到5星的都91，90速度也不过相当于相当于一个碳纤在渗透者那种速度，相当于他那个卡实际上都很像那个一代里头的一个卡，就是航海家那张卡，实际上因为它反应和速度升上去都在90左右，90那个游戏基本上是对于相当于一代里面的那个40，所以都是航海家，一个航海家那张，那个看如果你需要它或者喜欢它，也可以抽，但是反正那个赛季的3张蓝卡，啷个说都抽得到就抽，抽不到都不要投入太大了，确实也不是最终阵容里头的卡，而且特点都不是很鲜明，除了奈奥他的身高和他的速度，所以大个子里头速度很快的那种球员了，其他2个特点都不突，都是偏水桶，还平均了。好，我们蓝卡都说到这儿，最后顺便说下金卡嘛，说到这儿，那个守门其实可以，他的总评84，反应大84。也就是说，他总评和达到了和反应，反应和达到了和总评一样高。那个守门里并不多见那种而且他84的总评也不算很低，很多守门都是85，前面抽啥子奥拉莱布鲁那些都是。特尔斯特根那种也不过87，要阿里松那种才有89、90，而且速度其实也可以，几个属性都比较好，1.89米的身高也可以。等于那种是样基本上是接近一张85的卡了，可以说是准传奇卡了。抽到的如果没得更好的门将可以用，很不错，可以用，而且门将不适合挑，能用都能用。再看看其他几张金卡，其他金卡呢比较特别的是个帕雷赫，
它那个也是84，接近马上都是85，很接近传奇张卡了。特别是它那个翻译我记得88的89，它的总评才84，那个相当于是传奇级别的，它那两个属性，只是说它毕竟它总评这一点，它的 POW 啊也还可以，实际上。POW 也还可以，实际上，主要是它前面那两个，主要是它力量和那个速度还不是很好。一般来说，中场球员呢，你要么速度快点儿，要么或者力量高、反应高或者速度快点儿，它两样都不是很占。而且它那个，那个技巧值高啊哈，主要是要在持球的时候来用，你无球的时候是没用的。也就是说，那个球员的防守实际上水平呢，其实也都是一张，甚至连金卡都不如。他主要是在持球啊进攻的时候，但是他也是个中场。很多玩家玩那个游戏，其实球都不经过中场进攻的时候，他都是直接从后场一脚抓前面下，所以进攻的中场实际上很多玩家根本都没啷个用。再加上他的防守能力，其实也没得啥子用的。我说的，那防守能力连张金卡都算不上。所以说那张卡啷个说呢？看起好看，实际上用处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大。另外几个金卡呢，说了两个奥迪的前锋，级的前锋啊，其实都是一个模子头的，都属于高个儿、大个子前锋，而且都属于那种力量不是很高的，特征不是很明显。只是说那个稍微极端点儿，但是2米了，有2米，阿劳啊只有1米9，奥托奇只有1米9。喜欢收集大个子的可以收集一下，还和来说那个后卫，意大利后卫，他那个属性全部都加到脚法上去了。那个说老实话，他的主要属性在后三项，那个根本都不像个后卫，那个完全是个技术型中场，和那个他实际上和那个帕略和是一个类型的。那种球员就相当于罗贝托一样，本人是个中场球员，你把他安排到后卫上去了。那个防后卫确实不合适，不是说那个 POW 和技巧没得用得，那个脚法好啊。是如果你是顶级的那种卡，像范迪克、吕迪克，像范迪克和范迪克、吕迪克那种，包括米特那种，你如果其他属性比较好的情况，你加脚法可以。你那个本身技术属性都不够看，你加到脚法上有啥作用嘛？是说都没得好大的意思的。至于那个卡什啊，阿斯顿维拉的，我看球也看过他抓球，只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打台球要打得更好。你看他那个属性分配，而且总评只有81，我觉得还是没得好大个意思的哈。好，那个顺便呢说两张银行啊，其他都不说了。主要是说那两个球员的身高，那个特劳雷和那个阿维罗、特劳雷和阿维罗那两个卡给的做，应该是后卫和中场球员里面的分别个子最高的了，2.06米和2.02米。那个还是那句话，然后用起来可能不好用，但是喜欢收集那种大个子的可以收集一下，收藏有点历史。其他的都卡都没好大的意思啊。只是说哈儿那两个速度比较快的，一个中场和一个后卫。你在没得更好的球员的情况下，没得速度更快的情况下，可以暂时要用下他。他那个速度其实也不是很快，87和88。你银卡也不大可能把它升成金卡，是不是嘛哈？他都基本上，你用金卡，你还不如直接用金卡了，是不是嘛？你还不如用速度快点几种金卡去升成传奇卡，是吧？用银卡嘛都是便宜噻，都是让他在银卡阶段噻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没得其他更快的卡的时候，速度更快的卡的时候，你都可以用它。有了后其实都可以算了，不是很好用。毕竟不是很快，都不到90，想嘛，90才相当于渗透者那个速度。嗯，
再看点铜卡，再看点铜卡就实际上那个我还是可以，只不过是它的中屏在点儿的。那不玩铜卡的朋友啊，都没得都可以不管它。如果玩铜卡的话，它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力量形容为，它是力量80内，力量有80内，反应77。一般虽然不是很够用，反应稍微低了点，但速度67还是可以。作为那种铜卡82的力量，反应也77将近的情况下，速度还有67也不错，不算特别慢。对，毕竟是铜卡，而且呢身高有1.87米，你综合起来看还是很不错了。你要用那种啊，可以用一下。然后都是那个比利时中场，速度有87，还是那个说，还是那句话说，你没得更快的时候可以用它，或者玩铜卡的话，你需要速度快的边路中场球员，不管边路还是中嘛，比较速度快的中场球员，你可以用一下它，也是玩铜卡套用的。另外一个也是铜卡套一个比较好的球员，他那个速度，那个荷兰前锋有89的速度，升到74的话，这样有90的速度，那铜卡头还是算也不错，而且他脚法也不是很差，升到74以后，他那个 POW 技巧都上去，都在70和71了。还是可以在铜卡头也算可以用一下，他速度甚至比那个威尔蒂还快一点。其他都没得啥子了。然后最后说那个铜卡门将，最后说一下那个铜卡的门将。那个铜卡门将的那个池子看到他的是在卡子里面看到他速度是47，总评是67。实际上你抽到那张卡以后，它的速度会变成50，总评呢会变成68。实际说是那个实际上那个47是假的，那个游戏都没得47的那个属性的球员，那个游戏的属性张数应该是49到99，类似于一代的0到50之间。他那个50给的50那个速度，相当于都是一代头锤子那个速度，是一点儿的速度。也就是说那个游戏它的那个下面的5个属性的数字区间实际上是49到99。好，今儿就到这儿嘛。其他的以后再聊，包括那个守门员那个属性那个关于那个49或者50到99，反正49或者50起步到99那个距离，那个话题以后再聊。反正你们可以试一下，把那个守门员抽出来看是不是这样子，哈。那个以后再聊，今儿聊不聊了。好，多到这点。